我是顶流的专属营养师。他收得快脱相了，粉丝在线喊话：你到底行不行？不行，辞职滚蛋！作为一名专业的营养师，我绝不认输。夜晚，我端着营养餐溜进顶流房里，求你吃一口吧。顶流对我手里的营养餐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反倒是盯着我雪白的脖颈，喉结滚动。给我咬一口好不好？我以为顶流是吸血鬼，谁知正文开始，池景说让我给他咬一口的时候，我差点以为他是吸血鬼。我护住脖颈，眼神充满了恐惧之色。你不会是吸血鬼吧？池景否认3连。电视看多了，我不是吸血鬼，我只是患上了一种稀奇古怪的病症。什么病？我是顶流池景的专属营养师，我知道他有厌食症，所以才会越来越瘦。最近粉丝们喊话，如果还不能把池景的饮食调理过来，就让我滚蛋。所以我才会在他下戏后端着营养餐来他房间哄他吃。可他对我手里的食物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反倒是盯着我雪白的脖颈在咽口水。他缓缓吐出一句：我得了口欲之症。见我露出茫然之色，他解释道：其实每个人都有口欲之症，只是别人的口欲之症是对食物有兴趣，而我不同。我追问：你怎么不同？他抿了抿唇：我对香香软软的肌肤没有抵抗力，就比如我现在看着你的脖子，就很想咬一口。居然还有这么变态的病，这不巧了吗？我刚好患有肌肤饥渴症，很想被贴贴、被抱抱、被亲亲。他有口欲之症，很想咬人，那我们简直就是绝配呀！我把手里的营养餐放在桌子上，朝他靠近，询问道：你确定想咬我？很想，我知道这么做不对，可我真的有点控制不住了。池景克制地将目光移开，喉结却不自觉地滚动着，仿佛我的肌肤对他有着致命的诱惑力。看着他这种隐忍的模样，我的肌肤饥渴症又犯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好想被他贴贴，被他轻轻地啃咬。池景英俊的双眸含着水雾，看上去可怜巴巴。我再忍忍，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？我不想被外界知道我患有这种怪病。池景长得很帅，身上透着一种干净清新的少年气息，他这个样子对我何尝不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？我在朝他逼近一步，他后退，被贴在了墙壁上，看上去很像是我要壁咚他。他的耳根红透了，眼神里还隐隐透了一丝期待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凑上去，在他耳边小声地说：你能不能别忍了？我给你摇好不好？他眸底变得炽热，仿佛看见了鲜美的食物，却又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品尝。你当真愿意给我咬？我娇羞的点头。他抬手圈住我的后腰，将我往怀里带，进一步试探：真的可以咬你吗？不是在骗我。我的身体已经控制不住在轻颤，像极了吸烟的人，瘾犯了。我轻哄道：没有骗你，我有肌肤饥渴症，我让你咬，你给我抱抱贴贴好吗？好。池景沙哑着声音答道，紧接着低头轻轻地咬住我的脖颈。他越咬越痴迷，口欲之症得到极大的满足。原来这比抱抱贴贴更能缓解我的肌肤饥渴症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一道门铃声，我下意识推开池景，却被他抱进怀里安抚着。池景在吗？听这声音，好像是和池景搭戏的小花林妍。池景声音清冷：有事。林妍在门外说：我们明天的剧本有改动，导演让我顺手拿给你，你先开门。我和池景交换一个眼神，现在我脖颈上满是草莓印，若是被林妍看见，说不定明天全剧组都知道了。他示意我先去洗手间躲起来，我躲进卫生间，池景将房门打开，伸手去接林妍手中的剧本，可林妍却没放手，她一边往房间里挤，一边说：导演还有几句话让我带给你，关于剧本的。池景眸底闪过一丝不耐烦，可是关剧本，他不好赶林妍出去。林妍坐在沙发上，拿着剧本对池景说：导演给我们明天加了一场吻戏，我怕明天发挥不好，你现在能不能和我对一下戏呀？我接剧本的时候就和导演说过，我不拍吻戏，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和导演当面对质？池景拿出手机想要拨打导演的电话，林妍站起来，夹着嗓子撒娇道：哎呀，导演睡了，如果你对这场吻戏有意见，明天去剧组和他说。林妍平时在剧组看着挺大大咧咧的一个人，没想到私下说话声音这么假。女人的直觉告诉我，导演加吻戏是假，林妍想要勾引池景是真。之前我就听剧组的工作人员说过林妍的八卦，说她最喜欢搞剧组夫妻，拍一部戏谈一个男朋友。我本来还不相信，现在看起来八卦并非空穴来风。池景不想和林妍多说，送客。那你请回吧。林妍走到池景身畔，媚眼如丝地打量着他的脸，目光落在他的嘴唇上。池景，你嘴唇怎么那么红？看起来好好亲的样子呢。林妍说话的时候，伸出手想要去触碰池景的嘴唇。池景退后，避开他的手，沉着脸说：林小姐，请自重。林妍扑哧一笑：你也太有边界感了，我们都是单身男女，不必那么见外。我们这部剧要拍120天，这才进组没几天，你不觉得寂寞吗？想不想和我试试剧组夫妻啊？杀青即分手，绝不黏着你。我的三观被林妍震碎了，她也太直接了。不过她本身就长得很好看，身材也很火辣，现在是炙手可热的小花。她刚才那一番话说出来，估计很多男明星都顶不住。再加上池景有口欲之症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心动。谁知池景却冷淡地说：抱歉，我对剧组夫妻没有兴趣，对你更没有兴趣。林妍脸色微变，可很快又换上一副笑脸：你还是第一个拒绝我的男人。不过没关系，这部剧还要拍4个月，等你想清楚了，随时可以来敲我的房门，我等你啊。池景怒了，语气没了先前的客套：林妍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对你没有兴趣，请好自为之。他说完，打开房门，冷着脸说：请你离开。林妍撇了撇嘴，娇嗔道：别那么凶嘛，我走就是了。他经过洗手间时顿住脚步，想要伸手推门。池景怕他发现我的存在，不耐烦地催促：再不走我叫保安了。刚才和你开个玩笑，别当真，毕竟在剧组抬头不见低头见。那我走了。林妍抽回手，走出房间。他的话还没落音，池景就把房门关上。等他在猫眼里看见林妍已离开，敲了敲卫生间的门，语气变得温柔：乔佑，可以出来了。我从卫生间出来，池景压低声音问我：要继续吗？我有些尴尬，婉拒：我的病好了，不继续了。本想找机会开溜，可是想到林妍刚走，我这个时候出去，万一碰到他就不好了。
我从餐盒最底下那一层拿出一块糕点，递给池景，尝尝。池景接过糕点，咬了一口，糕点在舌尖融化的瞬间，他眸光亮了亮，他由衷称赞，好吃。原来他竟然喜欢吃糕点，那以后我可以经常给他做。10分钟后，我将门拉开一条缝隙，确定走廊没有人，这才悄悄摸摸地走出池景的总统套房。我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最后一间，经过楼梯口时，林岩从里面走出来。我已经刻意等了10分钟才出来，谁知道他会在这里守株待兔。他酸溜溜地说，我就知道池景的卫生间藏了个女人，可我没想到会是你。他真是不挑，竟会为了你一个素人而拒绝被万千男人视为女神的我。见过自恋的人，没见过他这么自恋。林岩说话间瞥到了我脖颈上的红痕，声音愈发充满了嫉妒。他吻的。我淡淡说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林岩眯了眯眼睛，意味深长道，乔佑，如果池景的粉丝知道你和他是这种关系，你猜你会不会被网暴？我冷下脸来，不悦道，林小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想让我保密也可以，我限你1周内辞职。林岩自认为拿捏住了我的软肋，愈发大胆起来。另外，在你离职前还得为我办一件事。林岩继续道，找机会在池景饮食里下点药，然后把他的房卡给我，让我进去照顾他。后面的事不就水到渠成了？我没忍住吐出一句，你有病吧？我确实有病。林岩朝我眨了眨眼睛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病叫做……他压低声音吐出3个字。我再次被震撼到，本以为我和池景的病已经很变态了，他的病更变态，难怪他喜欢玩剧组夫妻，还敢提出下药那么过分的要求，真是够颠。我很同情你得这种病，不过我帮不了你，你爱咋咋的。他睁大眼睛，你同情我？你有什么资格同情我？我并不觉得我这个病有什么不好，相反，我很享受。他自顾自地笑了，看来你是一点也不怕网暴啊。那我让你尝尝被网暴的滋味，毕竟我也经常被网暴呢。和他沟通简直刷新我的认知。随便你。我丢下一句，回了我的房间。他在门外气急败坏地点了一支烟，吸了2口。我透过猫眼看见他掐灭烟头，在2个房间中间犹豫。他最终敲响了其中一间房，来开门的人是剧组的男二陆宇泽。我默默感慨，他这个病真是太恐怖了，不敲异性的门就睡不着吗？第2日早晨，我给池景准备好早餐送到他房里，他竟然对食物有胃口了。虽然吃的不多，但是比往常要好很多。一夜不见，他的面色红润了一些，整个人看上去很有精气神。我心想，难不成要像昨晚那样，先满足他的口欲之症，他才会对食物产生兴趣？为了印证这个猜想，我和池景又像上次那样试了几次，这个法子果然奏效。林岩见我没有要辞职的意思，向营销号爆料了我和池景的关系。他买了很多水军，带节奏黑我，造我黄谣。一时间，我被粉丝网爆了。我气不过，把一段录音给了狗仔。其实我手里有2段录音，分别是林岩和池景的对话，以及林岩威胁我的对话。我曝光了第2段录音。第2天早上醒来，所有和我相关的黑热搜全部消失不见，连搜都搜不到。是池景撤掉的热搜。我问他，是不是花了很多钱？他摇头，没花钱，一句话的事。取而代之的全是林岩的黑热搜和那段录音。这下全网都知道林岩有那种病了，还知道他指使我在池景的饮食里下药，被我拒绝后，恼羞成怒，扬言要让我被网暴。林岩的口碑全面崩盘，黑粉跑到他的评论区开喷。真想不到啊，在荧幕上是清纯小白花，私下玩的那么花，就不怕得病吗？建议去检查检查。我很好奇哪些男演员和他玩过剧组夫妻，看看他合作过的男演员就知道了。和他合作过的男演员纷纷出来辟谣，说和他只是同事关系。投资方怕林岩影响到这部剧上映，于是决定及时止损，将他踢出剧组。女主人选换成了林岩的对家小花。林岩恨我恨得牙痒痒，他离开剧组那日对我放狠话：乔佑，你害我事业崩盘，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。我提醒道：林岩，我这人不惹事，也不怕事。我手里还有一段你和池景对话的录音没有放出来，如果你还不消停，那我奉陪到底。林岩顿时蔫了。眼下这种情况，他还能想办法公关，如果我再放出一段录音，他的演艺事业可以彻底宣告终止了。林岩咬牙切齿：开个价啊！那段录音我买了，这种钱不能拿，到时候他反手告我敲诈勒索。我冷句：开价就不必了，以后只要你不招惹我，我就不会放这段录音。林岩气呼呼地离开。我和池景的雇佣合约当时只签了半年，现在刚好到期了，他说让我续约，我拒绝了。虽然没在他那里上班，可我们还是朋友，我会给他出专属菜单，帮他调理饮食。我的新雇主是富士集团总裁傅毅，他忙于工作，饮食不规律，而且有严重的挑食症。我们签订的也是短期合约，这次只签了3个月，因为我接下来有开餐厅的打算，正在选址筹备，目前只是过渡期。傅毅和我讲述了他的身世。傅毅的妈妈在他10岁那年因病去世，他无比怀念妈妈小时候给他做过的菜。这些年他请过很多大厨来负宅任职，都做不出记忆中的味道。他向我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，让我帮他克服10道他妈妈的菜谱，要一模一样的味道。3个月30万薪酬，每成功克服1道菜，额外奖励10万块；10道菜克服成功，再额外奖励20万。我详细记录他记忆里那10道菜的味道，反复试验，终于一一克服出他所认为的最完美的味道。美食能治愈人。傅毅不再是那个冰冷冷的总裁，他下班后更喜欢待在家里了。他说，自从我来了后，他家里多了一丝小时候的烟火气息，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在傅毅身边工作2个月，他发现我有肌肤饥渴症的秘密。在我犯病时，他语气暧昧问我：乔佑，要不要我帮你缓解？我忍耐着那种肌肤被蚂蚁啃噬的痛苦，摇头拒绝。不必了，傅先生，我虽然有这种怪病，可也不是谁帮我缓解都可以。我下厨的时候，傅毅经常看着我的背影失神。某一次，他鼓起勇气说：乔佑，我原本是个不婚主义者，你让我有了想要结婚的冲动，我只当做他是在恭维我，夸赞我的厨艺，没有当真。合同快要到期的前几天，傅毅说他晚上有个应酬，让我陪他去。应酬的地点在一家私人会所，来赴宴的人非富即贵。没想到我会在会所见到林岩，他跟在一位50多岁的大佬身边，脸上挂着得意之色。
四周的宾客对那个男人投去敬重的目光，看得出来他身份不一般。我压低声音问傅毅，那男人是什么身份？傅毅向我介绍，金圈商界大佬，王氏集团总裁王川。看得出来，连傅毅都要敬王川3分，难怪林岩有种小人得志的即视感，原来是找到了一个大靠山。这几个月他处于半退圈的状态，心思都花在这了。傅毅上前和王川寒暄，林岩走到我身畔，轻笑道：“乔佑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里可是金圈顶级的私人会所，你这个土包子也配来这里？”我反问：“我不配，难道你配？”林岩恨意满满：“我当然配，我们不是一个阶层。我如今有王总撑腰，想整你还不是勾勾手指的事。”我根本不想理他，可他却缠着我不放，打量着我的穿着，嘲讽道：“穿假货也不知道穿低调一点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这条裙子的正版是全球唯一一条？你不嫌丢脸？”我气定神闲，只要我不觉得丢脸，丢脸的就是你。他快被我的态度气晕了，开始翻旧账。当初要不是你曝光那段录音，我也不会人设崩塌。你手里还有一段录音又如何？那段录音现在已经威胁不到了我，因为只要你发出去，王总就有本事能让录音全网消失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如实道，我没打算发那段录音，事情都过去了。对你来说过去了，对我来说永远过不去。林岩唇角绽放一抹冷笑，我原本还在盘算怎么报复你，今天既然遇到了，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吧。乔佑，好戏开场了。这个会所禁止带手机和录像设备入内，今天就算我玩死你，也不会有半张照片流出去。我们正说话间，傅毅和王川走过来，乔佑挽住王川的手臂，用娇滴滴的声音说道：“王总，当初就是他害得我半退圈，我受了那么大委屈，你帮我讨回来好吗？”王川打量着我，浑浊的双眼透着老谋深算，他淡淡的反问林岩：“你想怎么讨回来？”林岩仗着有人撑腰，骄傲地说：“让他把这一排酒全喝了，再给我跪下赔礼道歉，我就既往不咎。”他的手指划过一排红酒杯，一共有10杯。傅毅冷然开口：“王总，我不知道乔佑和你的女伴之前有什么误会，不过今日乔佑是我带来的，我不容许他被人欺负。”王川满是褶子的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大佬风范。“小傅啊，既然乔小姐是你带来的，那我不为难她。”他说到此处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他以前得罪过林岩，让他喝杯酒，向林岩赔个不是，不算过分吧？”其他宾客们围过来看热闹，他们议论纷纷道：“乔小姐害得林岩半退圈，喝杯酒赔个错，确实不算过分。大佬就是大佬，有气度。”林岩一脸不高兴，显然是不太满意，只让我喝一杯酒。可王川都发话了，他也不好再反驳。他从桌上端起一杯红酒，酒杯里原本只有1-2口的量，他直接将红酒杯倒满，随后递给我，一口气喝完，然后大声向我道歉：“我要看到你的诚意。”虽然只是一杯酒，可谁都能看得出来，这杯酒带着侮辱的意味。王川给我施压：“乔小姐，如果连一杯酒都不喝，那就是不给我面子。”傅毅隐忍着怒火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先喝，回头我补偿你100万。”看得出来，他也不想得罪王川，毕竟是商界前辈，和气生财。可我不享受这种侮辱，我要骨气，不要100万。反正我也不缺钱，做这份工作只是爱好。我没有接林岩递过来的红酒，婉拒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红酒过敏。”下一秒，林岩一杯红酒往我脸上泼来，我虽然闪身避开了大部分红酒，可裙子上还是沾了红酒液。可惜了我这条全球顶奢唯一限量款高定。林岩愤怒地说：“给你脸不要脸是吧？现在不是喝一杯红酒就能够解决的事了，跪下，把地上的红酒舔干净，我就原谅你。若不然，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会所。”全场哗然，都在等着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场。在别人看来，王川一句话就能够息事宁人，不过他今天铁了心要帮林岩出头。他淡淡的说：“小傅啊，你带来的这个女伴很有骨气，连我的面子都不给。看来我们王傅两家的那个合作项目要再考虑考虑了。”看似没说什么，实则是在给傅毅施压。傅毅失去了耐心，冷下脸来：“王总，我敬重你是前辈，才给你3分薄面。不过你太过分了，那就不合作了。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乔佑？”全场一片哗然，想不到副总会为了一个女孩得罪王总，值得吗？正在这时，会所门被人从外面推开，池景朝我走来，他牵住我的手，安抚道：“别怕，我在。”所有人都侧目望向我和池景，那不是池景吗？区区一个戏子也配来这种地方？笑死！他不会真以为他能帮乔小姐出头吧？不自量力！他要是敢插手此事，估计明天就会被封杀。我不想拖累池景，小声地对他说：“池景，你别冲动，我不需要你帮我出头。”池景却一点退缩之意都没有，坦然地说：“我没有冲动，放心，天塌下来有我帮你顶着。”说话间，我们已经走到了人群中央。林岩看池景的目光还有些爱而不得。王川不拿正眼瞧池景，摆出一副上位者的姿态，眯了眯眼眶：“怎么，你想帮他出头？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小伙子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在娱乐圈混不下去，你确定要多管闲事？”池景不紧不慢地从桌上端了一杯红酒，递到我手里：“乔佑，刚才是谁泼你的？你泼回去。”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池景肯定是疯了，就连我都摸不透到底是谁给池景的底气。我真的被他装到了。呵，王川冷笑一声，可很快他脸上的笑容僵住，因为他瞟见了池景拇指上的那枚帝王绿扳指，他吃惊道：“你这枚扳指哪里来的？赝品吧？”这枚扳指确实很熟悉，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，可时间太久远，我有些记不住了。池景勾唇，波澜不惊地说：“我爷爷送的，你不是最爱收藏玉石吗？怎么连真品和赝品都分不清了？”王川整个人正在原地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你爷爷？看来池景的爷爷是个很有威望的人，竟然能镇住王川。池景转了转拇指上的扳指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我爷爷今日约了我来会所喝茶，怎么，你想见他？”王川额头冒着冷汗，欲言又止。你竟然！池景递给我一个眼神，示意我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有事他帮我兜着。我将手中的红酒往林岩脸上泼去，他妆容都花了，白色的礼服上全是红酒，毫不狼狈。乔佑，你疯了！我这条裙子80万，你赔得起吗？林岩扬起巴掌要扇我，
王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他的手腕，怒喝道：“够了，别再给我丢人现眼了！”林岩懵了，委屈巴巴地喊道：“王总，你什么意思？”王川甩开林岩的手，命道：“今天的事都是你惹出来的，你给乔小姐跪下认错。”林岩如遭雷击：“什么？不可能，他凭什么？回去再给你解释，你先赔罪。”王川对林岩板着一张脸，可转头却对池景陪笑：“池少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只要能让你消气，让林岩做什么都行。”池景没答话，将目光移向我，像是在等我发话。我指了指裙子上的红酒液，轻飘飘地说：“我这条裙子800万，你照价赔偿就行。”林岩倒吸一口凉气：“你可真敢开口，真的是要800万？可你这是假的，凭什么？”我从包里拿出发票，甩林岩脸上：“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林岩看了发票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我会穿一条800万的裙子来赴宴。王川咬了咬牙，当即开了支票：“乔小姐别生气，我先帮她垫付。”我收下支票，这才作罢。池景脱下西装外套盖在我的肩膀上，揽着我的肩，在众人的目送下离开会所。身后围观的众人惊叹不已。有人猜到池景爷爷的身份，感慨道：“他居然有一个那么厉害的爷爷。看来池景只是他的艺名，他根本不姓池，瞒得够深啊。这么说起来，他进券只是玩票的性质。我如果有那种出身，整个金圈横着走，妥妥的金圈皇太子。池景的爷爷才是真正的大佬，王总在他面前连小虾米都不是。王总这次算是踢到钢板了。听说那天我和池景离开后，王川当众甩了林岩一巴掌，说是他害他得罪了惹不起的大人物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和池景聊到他爷爷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和池景的缘分很早就结下了。我外公以前和池景爷爷是战友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一起出生入死过。后来我外公回故乡发展，娶妻生子。多年后，我们一家人来这座城市旅游，外公带我去见过池景的爷爷。那个时候我7岁，池景9岁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很瘦，面对一桌山珍海味都不愿意伸筷子，勉强吃几口也味同嚼蜡，尝不出味觉一般。饭后，他落寞地坐在四合院那棵海棠树下，我走过去，把我外婆做的糕点拿给他吃。神色忧郁的少年接过糕点，浅浅咬了一口。糕点在他舌尖化开时，他的神色亮了，问我：“这是甜味吗？”我点头，看见少年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。那一瞬间，冰雪消融，万物复苏。原来一块普通的糕点，竟然蕴藏着这么大的魔力。回去后，我缠着外婆教我做糕点，在学习的过程中，爱上这种将不同食材汇聚成一道道美食的感觉。我尤其擅长做甜点，拿过很多国际大奖，也帮很多星级餐厅研制过新品。只是这类奖项外行人关注的少，不像是明星那样万众瞩目。长大后，我再次见到池景，虽然没有认出他，却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好感。我们重逢时，他第一眼就认出是我，却没有戳破，他在等我认出他。池景把我送到我家门口，见我没有邀请他的意思，主动开口：“不请我进去喝杯茶？进来吧。”我请他进屋，倒了水给他喝：“你先坐坐，我要去洗个澡。”身上有红酒液，虽然干了，但是始终不舒服。好，他点头应下，坐在沙发里等我。洗完澡出来，池景居然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走过去，拿起放在一旁的西装外套，想要帮他盖一盖。把外套盖在他身上的那一瞬间，我的肌肤即可蒸饭了。突然好想和他贴贴。我试探般地碰了碰他的手指，谁知掌心突然被他握住。他将我拉进怀里，在我耳边低声问：“是不是想贴贴？”我羞涩地点头，身子一轻，被他整个搂进怀里。他征询着我的意见：“那抱完给我亲亲好吗？”他的怀抱就像是最温暖的避风港，让我舍不得离开。好，拥抱过后是一个绵长缱绻的吻。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块糕点的味道，很甜很糯。他意犹未尽：“你也很甜很糯。”我脸颊泛红：“你也很好贴。”那继续。漫长的夜晚，两位病友互相疗愈。我们浅尝辄止，并未突破底线。特效药当然要留到重要的时刻。我和傅毅的合约到期了。傅氏集团总裁办公室，傅毅将一份新合同递给我。乔佑，这3个月谢谢你，让我找回了童年失去的味道。我现在饮食规律了很多，也没有以前那么挑食了。你有没有兴趣和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？我摇头，不签了，我打算创业。我起身准备离开，傅毅叫住我：“乔佑，听说你和池景还在暖妹阶段，既然还没确定恋爱关系，那我可以追你吗？”我婉拒：“傅毅，我们不合适。是不是因为那晚在会所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像池景那样不计后果的维护你，让你心寒了？”他神色颓废，仿佛很后悔。对不起，那晚确实是我的错，我一开始不该瞻前顾后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傅毅是个理智的商人，他在那种情况下权衡利弊，第一反应先选择不去得罪商界前辈，是人之常情。王川一再刁难我时，他也挺身而出，和王川撕破脸了。我们是雇佣关系，当时在那种情况下，你已经算是很维护我了。我话锋一转，我和池景小时候就认识了，这是很难得的缘分。傅毅败下阵来，语气透着一丝惋惜，看来是我们相遇晚了。沉默一瞬，傅毅又问：“对了，你打算投资多少钱开餐厅？要不要我入股？”我淡淡说：“3000万打底吧，上不封底。我不喜欢和别人合伙做生意，懒得算账。”傅毅愣住，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惊讶。所以那条800万的裙子不是池景送给你的？我轻轻一笑：“我自己买的。我投资3000万，开了一家很高级的餐厅。餐厅采用的是预约制，1对1给顾客搭配营养餐。池景带着他爷爷来捧场。他爷爷看见我，想起了和我外公当年并肩作战的岁月，眼眶湿润。他叹道：当初你外公如果不是回故乡发展，他的成就远不止如此。我外公前几年离世了，他晚年过得很幸福，在家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看得出来，池景爷爷想撮合我和池景。临走前，他看着我和池景说：小景，有空带悠悠来爷爷家玩。好。池景应下。王川3番5次上门拜访池景爷爷，被保安拒之门外。林岩彻底退出了娱乐圈，听说是王川的老婆出手封杀了他。林岩去了夜总会上班，他发朋友圈，病越来越严重了，谁来救救我啊？要疯了。P.S. 欢迎新老朋友来找我订包间，有惊喜福利哦。
不得不说他的病真恐怖，不碰男人就会死。他破罐子破摔，放任自己，乐此不疲。池井上不惧杀青后，给自己放了1个月假。我忙着打理餐厅，他赖在我的身边不走。我做料理的时候，他在一旁帮我打下手，还会跟我学，说以后他做给我吃。1个月的假期很快结束了，池井要飞往另外一个城市去录制一个美食综艺。他走的那晚，我病犯了，泡了一个凉水澡，谁知道病得更严重，发起高烧。我吃了退烧药，迷迷糊糊睡下。第2天一早，外面有人在敲门，我晕乎乎的走过去开门。傅毅站在门口，焦急道：“乔佑，我给你发了很多信息，你没回，怕你有事，所以过来看看。”他见我状态不对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怎么这么烫？我送你去医院。我退后一步，和他保持距离。我吃退烧药吧，暂时不想去医院，你先回去吧。不能空腹吃药，我给你做个早餐。傅毅说着挤进屋。我知道这样不太好，想要阻止他。不用，我叫个外卖就行。傅毅很强势。你现在是病人，我作为你的朋友给你做早餐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难道你心里有鬼？我心里才没有鬼，我只是想和他保持分寸。不过现在我还发着烧，没有力气和他说那么多。傅毅做早餐的时候和我闲聊，乔佑，我查过你的背景了，原来一直是我小看了你。我笑笑不说话。用过早餐，我服下退烧药，起身送客。我想再睡一会，你先走吧。好，有事打电话，我就在附近。傅毅准备离开，他一打开门，刚好撞见池井准备敲我家的门。池井看见傅毅在我家，愣了愣，你怎么在佑佑家？傅毅如实说，他生病了，我来照顾他。可池井却误会了，他以为我是肌肤饥渴症犯了，傅毅来和我贴贴。毕竟之前我犯病的时候和池井说的暗号就是生病了要照顾。眼看着火药味越来越浓，我走过去对池井说，池井，你误会了，不是那种病，是发烧。池井连忙来看我的额头，我送你去医院，我刚吃完退烧药，等会就退烧了。我对傅毅说，你先回去吧。傅毅领手，回头联系。池井脸色沉了沉，果然是吃醋了。等傅毅走了之后，池井将我抱到床上，帮我盖好被子。我问他，你不是去录综艺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池井解释，节目组原定的目的地临时有变动，我向节目组推荐来你的餐厅录制，昨晚本想和你商量，你电话关机了。这对于我的餐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，我当即应下。好啊，什么时候来录制？我好准备。节目组会有专人和你聊。池井岔开话题，忐忑不安地问，傅毅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没有和他贴贴吧？我昨晚电话关机，他怕我出事，早上过来我家看看，顺便给我煮了个早餐。我解释完，没好气地说，当然没有和他贴贴，你以为我和谁都贴贴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他。池井英俊的眉目舒展开来，轻哄道，下次他来敲门，你别开门好吗？你和他说清楚，你有男朋友了，不方便让别的异性来家里。我应下，好。他的手在被窝里牵住我的手，询问，那我抱着你，你再睡会，我帮你试着降温。我开玩笑道，不怕我把高烧传染给你？他不知道联想到了什么，耳根染上绯色。不怕，我巴不得你传染给我。我往里面挪了挪，腾出一个位置。那上来吧。他钻进被窝，把我搂进怀里。他可比退烧药管用多了，缓解了我的肌肤饥渴症之后，高烧也渐渐退下来。我的烧是退下来了，可他好像发烧了。佑，我想他的体温滚烫的吓人，看来高烧真的会传染。我回应着他，互相治疗了那么多次，这一次我们给彼此一剂特效药。退烧后，我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，这次美食综艺来我的餐厅录制，不仅能给我的餐厅带来人气，我参加节目录制还能获得酬劳以及餐厅的场地费用，谁也不会嫌钱多。我愉快地签订了合同。美食综艺录制前，我和池井说好了，在镜头前收敛一点，不要让别人看出我们是恋爱关系。他答应得好好的，可是那满眼的爱意根本藏不住，我尽量不与他眼神对视，以免暴露。夜晚，摄像机关闭之后，池井把我抱进怀里，占有欲满满。白天怎么不理我？我被他气笑了，不是叫你收敛点吗？我们现在在热恋期，收敛不了一点。他哑着声音说，白天冷落我，晚上要补偿。我被他磨得没脾气了。好，补偿你。观众闻着甜味，就开始磕起了我们的 CP， 给我们的 CP 起名叫金佑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乔佑以前是池井的私人营养师吧？营销号不是还曝光过他们的绯闻吗？后来乔佑辞职了，我还以为他们逼了，原来还在一起呀。我以前敲键盘骂过乔佑，但不妨碍我现在磕金佑 CP。听说乔佑治好了池井的厌食症，池井现在吃饭可真香，老婆煮的饭当然香啦。我是吃货，我提一嘴，乔佑在美食界拿过超多奖项，如果我能吃他亲手做的甜点，我做梦都会笑醒。乔佑人又美，厨艺又好，如果池井和他结婚以后，应该会吃得很好。粉丝看得挺准，我们彼此都吃得挺好。除了 CP 粉之外，也有很多池井的伪粉在弹幕开喷。我们池井要专心搞事业，才不会谈恋爱。乔佑，你好好经营你的餐厅，别来沾边。池井，好好录综艺，别老是偷看乔佑。你到底是馋他做的食物，还是馋他的人？你收敛点啊！粉丝们虽然都清楚明星也是人，迟早都会谈恋爱，可很多粉丝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偶像谈恋爱。录制这档综艺，我靠一身厨艺圈粉无数，我的餐厅也跟着大火，预约量排到了明年。在综艺录制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每位嘉宾讲述一段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美食故事。池井回忆过往，小时候我没有味觉，9岁那年，一个7岁的小女孩给我吃了一块糕点，那是我第一次品尝到甜的滋味。我说，7岁那年，我给了一个小男孩一块糕点，他品尝到甜味时，神色突然亮了。原来美食不仅可以解决温饱，也可以治愈人心。粉丝们反应过来，原来我们那么早就认识了，好浪漫，怎么回事？原来他们是青梅竹马，更好磕了。悄悄说一句，我和乔佑是一个地方的，他家里背景很牛，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我给你们一个暗号，剩下的你们自己去搜吧。卧槽，我搜了回来了，那他也太低调了。嗨，池井是金圈皇太子这件事，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原来他们是门当户对呀，哭死，喷不动了。我选择送上祝福，池井迟早会谈恋爱，和乔佑谈也不是不可以。这声嫂子我先叫了，那我也祝福吧。
综艺结束后，狗仔拍到我们穿情侣装、十指紧扣出现在机场的照片。同一天，傅毅晒出了一张我下厨的背影照，配文里透着满满的遗憾。我也曾被你治愈过，可惜我们相遇晚了。我用美食治愈了傅毅童年的遗憾，往后他会遇到治愈他一生的人，而我和池景就是互相治愈一生的人。全文完。